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今天的节目其实是一则读书笔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最近是猫疯狂掉毛的季节嘛，那我就给默默买了猫草种子，帮它去毛球。那收到之后，因为量很大，觉得好像不做点什么有点可惜，就拿来做了麦芽糖。那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猫草是可以做麦芽糖的吧？真的吗？我不信。真的，因为猫草其实是所有猫会吃的草的统称，但是如果你去网上买猫草呢，90%的几率会买到小麦的种子，种出来就是小麦苗。那麦芽糖呢，它顾名思义就是小麦或者大麦在发芽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一种叫淀粉酶的东西，和糯米这种淀粉含量高的米制品反应呢，就会把淀粉转化为糖，就做成麦芽糖了。那做麦芽糖是一门很古老的技术。有多古老呢？就是1500年前的《齐民要术》里头就有非常详细的记载，所以今天我会用这个书里头记载的方式来试着做做看。据记载，做麦芽糖的第一步是先要做孽。造孽？不是那个作孽哦，是指小麦发芽。小麦先浸泡12小时。我用这种塑料的发芽盘，说实话质量一般，收到的时候盖子还裂了，但是还算好用吧。泡好的麦子铺在发芽盘里，均匀的铺开，尽量不要重叠。下面的盆里接点水，让水面能将接触到麦子，但不要浸没。每天早晚换一次水。小麦发芽的适宜温度是12到26度。1-2天后，麦子就会开始生根发芽了。书里管这种状态叫角生。仔细看，这个是麦子的小根。还真挺像长了个脚丫的，对吧？网上还有卖这种陶制的发芽工具，我也买了，除了有点沉之外，用着也挺好的。再等1天，看到芽出来就可以了。下面是它的脚，上面这一根是芽。现在它的状态呢叫白芽散涅。1公斤糯米用电饭锅煮成糯米饭，煮好了要凉一凉再用。麦芽冲干净，切碎。或者懒人呢，就直接加点水打碎，成糊糊。糯米饭要降温到60度以下，麦芽糊倒进去搅匀。其实，在搅的时候，淀粉酶已经开始起作用了，你会看到出现这样的汁水，尝一口会有点微微的甜味儿，然后放到温暖的地方。比如能控制温度在50-60度的烤箱，或者发酵箱，或者电饭锅保温功能，反正保证糯米饭里的温度不要超过60度就行。这里大家是不是想问，为什么不要超过60度呢？因为麦芽里的淀粉酶是一种蛋白质嘛，温度高了，蛋白质就会变性。大家可以把手放进热水试试，60度差不多是你可以忍耐的极限了。淀粉酶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。耐心等待4-5个小时吧，这时候会看到米饭里出了大量的汁水。尝一口，已经很甜了。米粒在手上搓一下看看，米里的淀粉都变成糖跑出去了，所以这是失去了灵魂的米粒，手上只剩下它干瘪的躯壳。把糖水滤出来。书里有说要加热水进去，我估计是为了尽量多萃取点糖。古人毕竟还是比较节省的。之后再用细纱布把所有的糖水过滤一遍，用1口大锅来煮。煮麦芽糖可以用不粘锅、铜锅、不锈钢锅，就是不要用会变色的铁锅，因为铁锅保养的不好呢，一烧就黑，糖也会一起烧黑。书里在其他的章节还专门写了怎么保养铁锅才能不变色，感觉老祖宗为了后人可真是操碎了心呢。先大火煮，表面有浮沫也不用管它，就让它这么一直滚沸，直到糖开始变稠，转中小火，时不时要搅拌一下。到最后越来越粘稠，它就越来越容易粘锅底，就要持续不停的搅拌。像这样不论什么姿势，它都可以 hold 住，就可以装瓶了。最后做出来这一罐1公斤的糯米，做出了差不多800克的麦芽糖。到这里书还没完哦，这样熬出的糖颜色比较淡，叫白糖。如果要做出颜色比较深的黑糖呢，我们要往回退回麦子发芽的时候，
多等几天，还是每天淋水。看到麦子下面的根开始长长，盆里的水量要减少，让根须接触到水面，类似于水培，让它继续生长。还是每天早晚换水，一直到麦芽开始变绿。这时候下面的根须会非常发达，纠缠在一起，好像是一块饼。数理管这种形态叫青芽饼蘖。前面的白芽散蘖是100克小麦兑1公斤糯米，青芽饼蘖的话呢，就是150克小麦兑1公斤糯米。后面的做法就都一样了：蒸饭、拌匀、保温、过滤、浓缩、出锅。来对比看看，这是白麦芽糖，这是黑麦芽糖。到这里还没有完呢，书里还有一句。用良米、荠米做的麦芽糖，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良米是啥？荠米又是啥？实验还在进行中。今天这集我感觉够长了，大家估计看累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吧。现在我手上这一罐是白糖，这一罐是黑糖。你们觉得它看起来有很明显的区别吗？我觉得肉眼看区别还是蛮大的。然后味道呢，其实几乎是一样的，但是白糖会稍微有一点那个米饭的香味更多一些，黑糖呢它就会有更多的那个焦糖的香味。虽然非常的类似，但是在书里头它就是2种不同的糖。我感觉古人真的还蛮严格的。然后麦芽糖最经典的吃法是什么呢？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就是拿2个棍来搅一搅。大家小时候搅麦芽糖应该用的就是普通竹签，对吧？然后今天我用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工具来搅它。哇，真的很黏。其实我小的时候，就每次在搅的时候，我也很困惑，就大家为什么都要搅麦芽糖啊？它搅完之后有变得更好吃吗？觉得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仪式。长大之后，其实我想通了，为什么小时候要去搅麦芽糖？因为在你搅它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把空气混入里面，所以它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口感很轻盈的糖，可能会确实让口感吃起来不一样吧。然后麦芽糖除了就这样直接吃呢，它还有很多别的用法，就比如说放在烘焙里头啊，或者是做成很多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小零食，其实都是用麦芽糖做的。然后以后有机会呢，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，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点赞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